谁才是整篇古惑仔漫画中最猛的男人？金猛空拳王大范当仁不让。陈浩南自知这终极一战凶多吉少，不愿拖累一众好友，拒绝所有人的助拳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大范竟不请自来，率领手下精英泰拳手义无反顾，不远千里赶来。这份男人间的义气，怎能不令人动容？得有如此，才不枉一生豪气，无愧天地。面对3连7名顶尖红棍的围攻，强如大范也是疲于招架。这些人全都是江湖赫赫有名的悍将，稍有疏忽，恶果无法想象。大范紧握铁棍，凝神思量应对方案。以寡敌众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紧盯一人，找到突破口。这名叫做阿卡星的壮汉就成了首要目标。阿卡星见大范扑来，慌忙举棍招架，好不容易挡住了上路的杂技，却防不住下盘斗戏，胸口中了狠狠一跤。大范一招得手，毫不停歇，右手钢管猛然向后飞掷，不偏不倚刺入了身后小巴老的咽喉。这名3连大帝就此命丧黄泉。大范变招太过迅捷，瞬间的功夫又将阿卡星手中的武器夺了过来，铁棍没头没脑的猛砸不止，身侧何小海的偷袭根本无法近身。北胜恩、郭秀清机警悄然绕到身后夹攻，大范左遮右挡，前砸后刺，从容不迫。当的一声脆响，力量逊色的郭秀清招架不住，钢刀断裂，断刃更是直朝同门哥斯拉飞射而去。哥斯拉恢复激荡，惊出一身的冷汗。对手恐怖的实力让这些平素向来自大的香港红棍彻底傻了眼，不知该如何应对。大范毫不手软，风声呼啸，再次冲到了阿卡星身前，也看不清他是如何出招。阿卡星面上那惊讶的表情就此永远凝固，被一击砸得头骨碎裂，死得惨烈无比。大范挥舞手中的铁棍，血花点点散落，横眉冷目，威严的扫射全场。一众围攻的3连帮众被他气势所震，不自觉的越退越后。大范处理正中，霸气纵横，这就是巨星顶级格斗神人的气派。不远处的海堤上，陈厚南虽是一身伤口，整个人成了血人，仍是站得相当稳固，看来未曾伤及要害。不知是他命不该绝，还是丽花一直在刻意留情。刀光刺眼，人影交错，陈厚南钢刀断裂，仍是不断的猛战。他逐渐进入了原始杀戮状态，出招再也不留丝毫情面。自己3番4次追问缘由，几乎已是在恳求，你却硬要相逼。既然你不念旧情，我又何必一让再让？好，那就来个生死决吧，看看到底是谁先倒下。陈厚南双目血红，脑中不断涌现对赛亚活着回去的承诺，就用这搏命一刀分出胜负吧，看看是你手快将我头颅斩下，还是我一刀送你归西。其实这看似凌厉的一刀，对丽花而言，不仅可以轻松闪过，还可以手起刀落，一招让陈浩南人头落地。只是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右眼横向一飘，手中钢刀竟甩手飞出，并非飞向陈浩南，而是飞到了另一边的战场。陈浩南也不曾想到竟会如此轻易得手，半截盾刃全部插入了丽花体内，直至末柄。时间仿佛凝固一般，这种生死关头，丽花为何要舍弃自己的性命放水，没人知道。连千里之外一直在全程观看直播的一众毒蛇帮高层也是诧异不已。多年交情的挚友竟会是这种结局，看来仁义之勇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冰瑶的笑声中有一丝凄凉，一丝嘲笑，更多的还是幸灾乐祸。昔日江湖中仁义智勇的名号何等响亮，就是这些所谓的虚假义气，直接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山鸡。如今看着他们自相残杀，冰瑶心中的痛快无法言喻，激动到不能自已。大飞瞪大了双眼，苦目含泪，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。当年4人把酒言欢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，同生共死的誓言仍在耳边回荡。我们明明是兄弟，为何要自相残杀呢？阿南，手下留情啊！大飞歇斯底里的狂吼刺入了陈浩南的耳中。其实不用大飞提醒，他已经后悔得无以复加。轻轻拔出盾刃的同时，左手扶住丽花的肩膀，生怕她跌落海中。丽花猛然发力，双手一推，将陈浩南强行推开。就在两人分开的一瞬间，2声枪击爆响传来，子弹打在了2人之间的石阶上，泛起阵阵青烟。丽花推开了陈浩南，身体再也不受控制，仰面后倒，跌出了石阶，坠落海中。他面上忽地泛起一丝笑容，眼神真诚无比。阿南，我怎么会杀你呢？好友吐露心声，陈浩南彻底呆住了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当日李花干掉了京九，被黑泽村要挟刺杀陈浩南，他彻夜难眠，不断思索应对的方案。黑泽村气量狭窄，自己若抗命不动手，他也会不断派出另外的杀手，将自己与陈浩南一并了结，既可完成任务，又报了杀子之仇。以如今自己的实力，想要将我干掉，必然要派出组内第一杀手方有把握。
丽花反复推销，回想整件事情的经过，黑泽村无故踏足静岛，就是因接到了刺杀陈浩南这宗任务，想要来静岛挑选人手执行。换言之，组内的一名顶级杀手就潜伏在静岛之上，自己的一举一动全都在此人的掌控之中。想要保住陈浩南，保住自己的性命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顺着他们的圈套走下去。他找到陈浩南，扬言要与他生死决，迷惑敌方的视线，顺藤摸瓜，让那名潜伏的高手自己露出马脚。怎料此人城府如此之深，始终不愿露面，直到今日才被丽花救出来。In the words that he was forming, and the signs that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